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你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跟我们互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科技力智库的执行长吴林祥老师，何荣好，观众朋友们您好。另外，登江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马仲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孝伟兄。何荣兄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相信在这个礼拜大家都在关注的是中东的局势，因为现在战火真的随时有可能一触即发。那中东局势呢，在这个礼拜要持续的升高，伊朗的危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可以说完全的解除。有报道指出呢，美军的航母林肯号这个打击群呢，已经从南海现在赶紧的调往中东来驰援，因应可能会发生的冲突。不过呢，也听到了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在1月16号很不寻常的主动向媒体表示，他说伊朗取消了超过800人的绞刑，而川普说呢，我非常尊重他们取消这项行动的决定。另外呢，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向伊朗目前的政权说谢谢。而川普先前呢，曾经针对伊朗对于当地抗议者的行为，他发文表示说，大家别担心这个援助正在路上。因此呢，也被外界认为这美军可能会出手来干预。而16号呢，又被媒体问到说，川普你的这个态度呢，是不是还是没有改变？川普的回应则是我们拭目以待。其实就是川普的口头禅他一向都会跟大家讲说 "We'll see" 我们再看看这个事情态势如何发展。所以现在伊朗的局势我们要如何来观察因为从先前委内瑞拉的经验来看，美方一向是速战速决，但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不断的强调，伊朗跟委内瑞拉是不同的，他要考虑的背后还有像俄罗斯，还有呢最近也传出有北韩，就是朝鲜，另外就是中国大陆的可能的一些因素还有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现在在这个中东局势上会如何分工？马老师。其实我非常同意主持人刚刚的这个提法，就是其实伊朗的问题会比这个委内瑞拉要复杂的很多因为委内瑞拉毕竟是在美国的后花园里面，而且美国去这个针对这个国家，他规划把马杜罗抓走应该非常多年，因为2018年他们就曾经策划过刺杀，但是没有成功，所以美国应该老早就想除掉马杜罗，所以他的副案非常的多。可是，在伊朗这个问题上面，一来它很复杂，二来其实伊朗他自己的这个防空能力或军事能力也比委内瑞拉要强的很多，所以他要去介入伊朗的问题，它会变得很复杂。更何况伊朗手上还有浓缩铀，不然以美国现在的现有的军事部署，比如说他在巴林就有第5舰队，在科威特有军事基地，在沙烏地阿拉伯有这个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所以以他现地的这些军力，其实是蛮够应付伊朗。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调派一个这个林肯号战斗群过去？我觉得他要摆的态势是来这个威慑你，然后威慑的目的是希望你谈判，因为现在目前伊朗内部的问题真的很大。就从去年美军跟以色列攻击伊朗之后，其实它后面带来的这个秩序的混乱跟通货膨胀的问题非常大。然后再加上伊朗在去年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所以它雨量少15%，这影响到它的粮食。那你知道这个只要一个国家的内部通货膨胀严重，粮食又有问题的状况底下，人民大概就会上街头反抗。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反抗规模是这个联动性，而且全国性非常严重。那伊朗就用重手镇压。那对川普来讲，他希望的这个结局应该是伊朗现在先不要这个对人民进行屠杀，因为这个对美国形象还是有损所以川普最希望的是你先停掉这个血腥镇压，然后看起来伊朗他现在暂停执行了800个这个犯人的处决。事实上，我认为他给了川普一个台阶，或者是给了他一个好的反应。那这样子的情况，其实他创造一个美国跟伊朗之间可以谈判的一个空间，因为主要是现在伊朗内部自己的问题也非常严重，所以我相信伊朗也不太想在这个时候去惹美国。那川普，你从这个 NSS 最近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这个指向，他在乎的主要还在西半球跟第一岛链，所以中东问题，也就是其
其他区域问题，假设不把美国拖下水的话，对美国应该是现在川普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不要把过多的这个区域安全的问题把美国拖下水。那在这样双方的盘算下，然后伊朗又提出了这个又是给了川普一个好的台阶。其实我觉得后面应该双方会有谈判的可能。最主要，伊朗还是希望美国可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不然这个国际制裁持续的话，伊朗内部的问题会非常的严重。对，其实现在对伊朗比较膈应的一定是以色列哈，美国还在其次啊。不过美国在对伊朗决定要动手之前，也必须先想一件事情，就是万一变成了一个马蜂窝怎么办？一捅了，到时候这个烂摊子可能不像委内瑞拉那么好收拾啊。好，那就来观察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之间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互动。以色列情报特务局的局长啊，巴尔利内亚呢，他在16号抵达了美国，和川普的中东特使威口会晤，双方讨论的内容呢，包括了伊朗的核计划，还有呢伊朗的飞弹战力等相关的议题。而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的调查，他们表示说，伊朗目前呢至少拥有14种弹道飞弹，这个范围涵盖短程到中程，并且正在向远程迈进。而其中呢，对于以色列还有美国在中东驻军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于伊朗的中程弹道飞弹，这叫流星3型家族。而根据报道说呢，这个射程可以达到2000公里啊，它的这个范围足以涵盖整个中东地区，乃至于东欧和南欧。所以看到在这个礼拜，其实中东的4个国家也都出面，希望能够赶快来斡旋跟调停。不过，伊朗跟委内瑞拉，我们再次强调是不同的，因为呢，伊朗是有攻击力道的啊。那么特别提到了它的中程弹道飞弹的战力啊，所以孝伟兄，您怎么看啊？这会是美国跟以色列发动攻击的最大隐忧吗？的确是啊，而且特别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其实在去年一整年已经领教了伊朗飞弹的威力。就说大家看起来好像伊朗射了很多飞弹，大家以为这个过往以色列这个金刚不坏的各种的防空体系包含从低空层到中空层的这个铁穹，然后包含这个大卫投石索，然后到后面高空层的那个 Arrow 3，还有美国提供的萨德等等这一系列的系统，应该可以把以色列的这个防空网建构的这个滴水不漏。所谓滴水不漏，当然也不是说以色列不允许任何落弹落到他头上，他没有像当年的赫曼·戈林说，绝对不会有这个英国的任何一颗炸弹掉到德意志帝国头上。好，但是结果呢？我们看到，其实，在那个去年一整年的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这样一个冲突中，伊朗非常成功的利用弹道飞弹，还有特别是中程飞弹跟高超音速武器，成功的穿透了以色列的防空网。对，那这个以色列防空网，也就是以色列真的被打中，以色列真的知道，就是伊朗的这个飞弹不是摆在那边当摆设用的，而且伊朗这个飞弹，它过去在那个去年前年的这个整个军事行动中，对以色列所发射的数量，其实已经超过以色列所能够防御的数量。而且呢，最重要就是以色列大量的耗损掉它现有的防空飞弹，不管是这个包含比较低阶的铁穹，或者中高阶的大卫投石索，或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 Arrow 3，或者是萨德这些飞弹系统等等，甚至于美军之前都还在这个波斯湾上帮忙在那个红海上拦下不少那个青年组织，也有美方帮忙，对，老美有帮忙结果发现哇不得了，也就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今天我们看到虽然说伊朗动乱，但如果伊朗动乱美国或是以色列认为可以趁这个机会，然后一举把现在的这个伊朗的这个神权政治推翻的话，那但是其实我们这几天也有看到，即便就是说伊朗有相当的人支持这一次的这样一个那个改变或者说支持这样一个算是准革命行动，但是你看到还是有相当多人出来支持政府也就是说，如果军队在政府的控制下，然后军队如果当国家遭到来自于以色列跟美国的攻击，那这个时候军队受命之后向伊朗向以色列再发射大规模的这个飞弹攻击的话，对他们来说哇，那可能挡不住了。而且伊朗的这些飞弹，我们刚刚讲它前后有14种，而且它其中有包含能够射到以色列的那种中程弹道飞弹，而且还有高超音速武器。高超音速武器，我们刚刚讲，从去年前年的这个以色列的防空网对高超音速武器测试的结果，就是告诉你现有的战区弹道飞弹防御系统，从萨德以下到 Arrow 3，然后到爱国者，然后到这个各种的大卫投石索，或者加总起来，对于高超音速的飞弹的防御率并不好。对，那像我们看到以伊朗来说，它所具备的这些流星飞弹特别是像流星3射程3000公里，而且它的这个飞弹还具备就是高超音速变轨的能力，让以色列的这个防空系统其实防御它防御的非常辛苦那当然也
不是说完全没有战果，但是证明如果说你今天要能够顺利的击落一枚这样的一个中程高超音速武器，你可能要耗掉相当数量的防空飞弹。那这个时候你防御这颗飞弹的这个成本跟代价都会变得非常的这个巨大。所以除了核武的威胁以外，其实传统的实体飞弹的威胁也是非常大的。对，其实是以这个实体的这个核武来说的话，目前大家当然是相信伊朗可能并没有核武，而且其实伊朗真的有核武，我个人认为它应该也是要用于吓阻性的，也就是说，像你看金正恩他本身拥有核武，某种程度来说，你可以说他这个核武可以是一种讹诈式的核武。为什么呢？它其实还是用来吓阻，也就是说，你今天真的不要打我，你打我就拿来这个丢到你头上，特别是对美国，因为那个北韩跟美国的核武实力其实相差的太远了，也就是说。也许可能金正恩可以用报复式丢成功1到2颗，但是如果今天他一旦这么做，美国对他所发动的核攻击的密度跟强度，绝对可以把整个北韩打回石器时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说金正恩他说我有这个能力，但你说他打了没有？他从来没有真的要对美国打。同样，伊朗也是一样，伊朗就算真的能够有核弹，他了不起，他想说我要去炸这个以色列，但他真的炸了以色列之后，炸了不是问题，问题是炸了以后。炸了以后呢，其实你说美国对，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那个以色列盟友或者美国为主对伊朗所发动的这个大规模毁灭性攻击，就绝对不会只是纸上谈兵而已。是，其实我个人看这么长期从川普第一任到现在，他对伊朗其实相当忌惮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当然他上次派了这个 B-2 轰炸机进到伊朗发动这个空袭，但是在他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前，其实他过去对伊朗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包含他第一任期他们的这个无人机被伊朗打下去了或甚至就是说他是在那个伊拉克境内，他那个美国军营被伊朗用那个飞弹攻击了等等，基本上川普都是选择就这样，好吧，就这样了。那我要发动攻击，但是一旦要发动攻击，会有更多的死伤，如何我就决定不这么做了。但是好，你看上一次就是因为以色列先把伊朗已经踹得只剩下一口气了，美国就趁那个机会赶快派 B-2 轰炸机丢炸弹。但是伊朗也并不代表它就是纸糊的，也就是说，它在这段时间重新加速生产的这个飞弹的数量跟能力，如果今天它真的正对还把它拿来当核武跟核武器结合，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话，那我相信那个伊朗它绝对是招致灭国之灾。刚刚这个孝伟兄点到重点其实伊朗现在对于这个以色列的攻击，先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铁穹的神话被打破了。所以呢，现在以色列方面不是也听到他们说吗？只要伊朗你不动，我就不动。对原则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敢对我动手的话，那当然我也不会客气那针对这个伊朗危机，俄罗斯方面也出手了。我们看到的是克林姆林宫表示说，俄罗斯总统普丁呢16号分别和以色列还有伊朗的领导人都通了话，试图要缓解一下冲突。华盛顿邮报也爆料说，早在伊朗2025年12月底爆发抗议活动的前几天以色列和伊朗的官员也透过俄罗斯传达讯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表示说只要对方没有先攻击，就不会主动的来先发制人攻击这个礼拜包括刚刚提到的沙烏地阿拉伯、卡达、阿曼还有埃及、中东4国呢也出面调和那说实在的，吴老师，从国际关系解决冲突的角度，我们来思考，真的要是打起来，这个中东虽然是没完没了的，但是大家都不好。我看到何荣皱着眉头实在是悲天悯人那个态度，我们都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但是我们要想象，你刚刚讲的这些，不管是大国或者小国的领导人也好，或者他代表整个国家也好，他讲的都是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利益。我讲的个人，包括真的是他个人的利益都在里面。那这里面当然这个利益是目标，那我有没有意愿去得到这些利益呢？要看有没有能力。所以你刚刚讲说俄罗斯也出手这我觉得他没有出手，他只是出口对，俄罗斯现在能力有限因为他这一场俄乌战争，他先处理乌克兰的问题。对，所以他其实是希望不要发生另外一场战争，让他没有能力去参与的话，就会这个就泄露了他其实现在国力衰弱的这种现象嘛。对，所以他就出口，其实还没有出手。那现在真正有能力出手是谁？其实以色列对，美国是很尊重以色列。为什么？如果真的要打伊朗，要以色列做马前卒。这样听起来的话，老师您觉得纳坦雅胡是关键了？他真的是关键，而且我们刚刚还是用刚刚的逻辑来讲，他的意愿跟他的能力。纳坦雅胡个人的意愿，他现在国内其实声望也不是非常高，他有很多自己内政的麻烦，所以如果外部有个敌人，然后发布对外部的某种程度的攻击这个对他其实是有利的。另外，因为我自己在那个第二次波斯湾战争去过那个以色列采访过21天，那交了一些以色列的人的朋友
我对他们那个民族心态有很深的刻的印象。如果今天伊朗现在内部分裂这么混乱的情况之下，真是趁你病要你命的好时机啊！怎么会不出手呢？最佳 timing。对，真的是好，所以他有意愿也有能力。那美国呢？如果真的要打，要以色列做马前卒。美国反过来，美国如果说现在暂时不要打，也要劝阻以色列，你不要跟我胡来啊！大国最怕小国把它拖下水。那您觉得川普 hold 得住纳坦雅胡吗？我先前的经验在加萨，我觉得不行，因为川普有个大的麻烦，就是他不可控。哦，刚刚那个肖伟雄在讲第一任跟第二任，川普第一任跟第二任最大的差别，第一任他受了很多幕僚的牵制，但第二任他现在变得自己是个毒夫啊，可以专断独行了。那前阵子打这个委内瑞拉，我就想到那个以前李鸿章讲过一句话，叫做身怀利器啊，杀心四起。杀心自起，自然就起来。他发觉，我有这么大的能力的时候，他会想要比较动用这个武力，所以我会担心的意思就是说，说不定川普也想要去用武力来解决伊朗的这种意愿就会提高。对，那当然他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忙，还有内部，他最怕的就是时间拖太久，他集中选举都拖那么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会拖那么久。拖到集中选举，万一他败了，他要在集中选举期间拿出很好的成绩，包括今天我们不会谈的台湾这个要贡献多少，各国贡献多少，还包括能不能够在各地方制造一些和平的这个现象，这个对他个人意愿是最强。对，所以我们要分析这个问题，要去把这几个行为者的每一个，还有他领导人的意愿都来做分析，才能比较判断。不过站在我们这个 peacemaker 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希望战事不要发生啊。可是现在就像是那句话哈，箭在弦上，虽然说不是不发啊，改成何时射发，只是迟早的问题。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六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欢迎回来，环宇全世界，继续来关心。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地缘的焦点，就是在格陵兰了。美国总统川普的格陵兰特使叫做 Landry， 那他之前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后来被川普任命是格陵兰特使。1月16号，他透露他计划在3月要访问格陵兰。他说呢，我相信一旦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双方应该也必须将会达成协议。所以外界也在研判，这会不会是一个预告的 timing， 是一个 deadline 呢？那这个礼拜呢，也看到丹麦的外长和格陵兰的外长两人啊，就纷纷表示说，1月14号他们曾经拜访白宫，会谈的结果却陷入破局。而丹麦另一方面呢，也联合了瑞典、挪威、德国、法国、加拿大跟荷兰，总共有7个国家在格陵兰岛还有周边展开军事部署，协助丹麦进行一场军演。这场军演的名称叫做北极耐力。虽然说这次大多数的国家都只派出小规模的侦察先遣队啊，规模不算太大，但是后续呢也表示说还会调派战机还有军舰来进行相关的部署。好，那当然对于这个丹麦也好，甚至是包括主角格陵兰啊，川普也是不止一次的讽刺啊，他说丹麦没有能力保卫格陵兰免于中国大陆或是俄罗斯的威胁，他还不是说美国，他说中俄的威胁你们都保护不了了 ，OK， 只能够呢派狗拉雪橇啊，说出这样的话，当然这是一次这个非常讽刺的话语啊。现在这个 Landry 他暗示说他3月要去啊，会是一个川普打算要拿下格陵兰的一个时间点吗？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哎，现在看到这个问题哈，你真的会觉得挺难过，甚至觉得很错乱。就是发现北约要应付的这个敌人，可能不仅仅是俄罗斯而已啊，连美国现在也变成他一个非常自己的盟友，而且还是最重要的这个创始会员国跟最重要的这个北约运作这样的基础，美国居然会变成北约的问题。我觉得这可能对于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来说，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跟想象的事情。你说这个冰岛到底有什么格陵兰到底有什么重要这个战略地位啊？其实说真的，川普是说这个他会遭到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威胁，但其实你如果从今天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这个2个国家能够在这个区域部署的这个军力来说的话，基本上大概都不会是北约的对手。所以就是说，其实以格陵兰来讲，它的安全性大概是毋庸置疑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这个川普他可能长久以来对格陵兰的2个偏执，一个是他认为这个格陵兰其实后面也会提到，它有那个里面有相当多的这个稀土资源，那是其一是不是你能够
够控制格陵兰，就能够可能控制西半球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稀土来源。其二，可能就是这个过去美国跟加拿大他们这2个国家对这个所谓的西北航路念兹在兹的那种某种执念认为说这个西北航路一定要能够开通，如果能够开通的话，那现在加拿大至少不在我的手。虽然说从这个川普的角度来说，加拿大也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啊，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格陵兰呢更是要这个通通这个52州，这个纳到这个我美国的这个北美的这个共同的这个统治之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你说今天北约他今天派出了这些军力这个北极耐力军演派到这个格陵兰这些部队，其实你后来看到这个数量，真是看到哎呦我的妈呀！就是说通常我们讲这个军队演习至少比如说你应该是要派出一个所谓的如果说今天你要模拟做演练，你要做这个实兵的这个验证的话，至少你好歹也要派个这个排级或甚至于连级的部队来进行这样的验证。结果这次这个参加这个北约这个演习的这些各个国家派去的这些部队每个国家2个3个，那你是真的很认真在演习吗？所以那当然，我觉得其实今天如果说那个美国的这个格陵兰特使也说过，他说因为他希望3月能够访问格陵兰，然后希望在这个事情在那个时候得到一个解决。但是我个人认为并不容易，为什么？因为这些格陵兰自己本身的公民的意愿，它本身也是偏向就是说还是要留在这个丹麦里面。然后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今天你美国演变说对自己这个在外最倚重的这样一个军事组织，然后发动军事行动的话，那这是不是就是说这到底是要该怎么办？也就是说大家是要联合起来对抗他呢，还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川普如果真的要有心想要解决格陵兰的问题，他其实应该要很认真的仿照这种所谓的夏威夷模式。什么夏威夷模式呢？其实很多人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以为夏威夷是这个观光这个风行的这样一个岛屿，但其实夏威夷古时候是一个国家，是一个王国在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夏威夷其实那时候还不是美国的这个州它那时候本身其实在这个时候后来为什么变成美国的一个州，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军民移到夏威夷岛上越来越多，最后人数比土著多了，然后等到人数比土著就原先夏威夷的原住民多的时候，对不对？大家起来投票，我们要不要支持加入这个美利坚合众国？就变成说后来的人比这个原先的原住民多，就投票就成功了。所以你知道，你今天如果去夏威夷，你还可以看到夏威夷王室的后裔，然后一直孜念的想要把美国人赶出去，也不奇怪。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你川普，如果你真的起心动念，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其实要花点时间，你可能没有办法在你这个任期。而且如果说你先其实因为从2战为止，甚至你说1战、2战，格陵兰的确对美国对于到欧洲的这个军事行动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2战时期那个美军那个派去轰炸德国这个第8航空军，从美国本土飞到英国的时候，全部是要经过格陵兰中转的。对，当然你说现在这个军事力量这个飞机的航程等等，跟2战时期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所以可能没有这样的需求。但是代表就是说，美国在传统的安全执念上，格陵兰有其重要性。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想要弄过来，我必须说了，你要么你就要和平的运用到思考，运用到这个夏威夷模式。但是当然最麻烦的是，川普这个人很喜欢立竿见影，认为我这个4年对吧，我就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这个说法提出来，我就一定要兑现。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他真的这么强推的话，那我个人认为，甚至于有可能会引发北约内部非常大的激荡或甚至于可能会造成北约某种程度的这个分裂。所以应该是来软的夏威夷模式可以参考因为这个坦白讲，刚刚你也点到重点了，丹麦联合其他的国家，其实讲难听一点就是做样子而已。你提到了一个重点我就来大家看就是说为什么川普一直强调说格陵兰对美国来讲是国家安全的利益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说如果被中国大陆或是俄罗斯万一侵略的话呢，那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呢，就有安全上的疑虑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格陵兰在这边，我们从这个整个地球的地图上面来看美国在这边把这个地球仪转一个方向，你就可以看到俄罗斯在这个地方，丹麦在这边，格陵兰在这边，那美国在这个地方。如果真的是安全性的话呢，根据之前曾经也有这个军事专家认为说呢，如果是假设是真的是飞弹攻击的话，从俄罗斯甚至这个地方是朝鲜、北韩，如果是真的发射像弹道飞弹的话呢，从丹麦这个地方来，马上经过北冰洋这个北方的航道呢，可以打到美国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格陵兰在这个北极海、太平洋、北冰洋这几个海域当中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地位。航道如果被人辖制住的话，那恐怕对于经济上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大。好，那但是呢，川普17号他也再度的强调，他说美国就是因为国安的考量，迫切需要取得格陵兰的控制权。他也警告说呢，在格陵兰的议题上，
到时候不配合的国家不排除会加征极重的关税。英国的《卫报》甚至也报道说，川普这个概念啊，说拿下格陵兰的概念是从何而来的？他们的报道说呢，是来自于川普一位已经有60年交情的好朋友，这是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集团的名誉董事长罗纳德·劳德的建议。好，所以综合以上的资讯来看呢，马老师，看来也是时间的问题，非拿下格陵兰不可了。对。其实格陵兰这个问题会这么凸显，主要是跟全球暖化有关系。那因为全球暖化，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等于是通说的意见是认为，在2030年整个夏天的时间，在这个北冰洋会没有碎冰。那过去因为在比较冷的时候，这个水上面还漂浮一些冰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变航道。可是现在感觉2030就再急了，在4年之后，它其实马上是可以高度运用的一个海域。那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航道非常重要，因为从宁波到这个阿姆斯特丹，如果你走苏伊士运河要30天的时间，可是如果你从北冰洋，实际上现在已经有船在走了，土耳其有一艘船已经跑过一次，只要18天的时间。换句话说，你的航运成本时间就省了45%。那这个全世界都兵家必争嘛，你不要说有战争，你光是航道这个利益就非常的大，而且你假设可以有4到6个月可以运用的话，那这个未来的这个潜力无可限量。那所以川普我觉得看重这个，但是北冰洋这几年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中俄在这个地方联合军演，2024年就开始有，那中国的海警船就进到这个区域里面，那这个对美国来讲非同小可，因为美国最近就是阿拉斯加，可阿拉斯加离格陵兰、北冰洋还有一段距离，比较近的国家像加拿大、冰岛。还有丹麦、瑞典、挪威这些国家都没有办法跟俄罗斯匹敌嘛，所以美国如果不介入的话，这个地方未来应该会被俄罗斯支配，或者是被这个中俄支配。那这个是美国非常害怕看到，非常膈应，所以他一定要在战略上把这个地方给占下来。可是我也觉得非常好奇，因为从冷战时期，美国一直在这边有驻军，本来在格陵兰上美军就现在还有1500个人是属于太空部队的。那当然冷战的时候大概有1万人啦，那现在是缩小。可是我觉得他本来就有基地，其实他只要增加驻军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嘛。而且丹麦每一年因为格陵兰是自治，那每一年丹麦要付他5.5亿的这个费用，那其实也不多。其实就美国就跟丹麦谈说，你这笔钱我来付，增加驻军其实是对，然后我增加驻军，然后一起开发稀土，我觉得很容易达成。所以我觉得终局来讲，也许川普并不是要真的武力来进犯格陵兰，但是他拉高这个声量，拉高他的筹码，他为的是应该谈判，但是他更多的支配格陵兰这条路是确定的。这样听起来，其实用军事手段可能可能性并不高哈。但是呢，你可以听到川普讲话就是很狂，他说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就是要这样做，我就是要这个把格陵兰纳入在美国的管辖范围内。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威胁哈，也引发了西方盟友的强烈反弹，包括刚刚提到的丹麦也好，甚至呢西欧这边有一些国家，还有呢包括了北美的加拿大。最近加拿大总理卡尼呢，为了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他率团访问中国大陆。1月16号也宣布一项重大的贸易协议啊，就是加拿大将中国大陆制的电动车大幅削减关税，从原先的100%的税率啊，降到只有多少？6.1%耶，并且设定呢，第一年进口上限是49000辆，而中方也承诺对加拿大关键农产品油菜籽的关税从现行的85%降到15%，同时完全取消对油菜籽这个100%的惩罚性关税，也就是双方都有交换互利。好，我要问的是穆老师，我们现在看到是说。中加关系因为先前2018年发生的孟晚舟事件一度是非常的紧张，甚至是相敬如宾啊。但现在换了总理了啊，这个之前的那个 Trudeau 真的是不对盘。那但是呢，现在是不是因为美国的这个缘故一方面现在透过经济希望能够创造，就加拿大希望能够创造对美国甚至对川普抗衡的筹码？你怎么看 Carney 的这步棋？不是光美国，主要是川普。的那个加拿大虽然大概人口只有4000万呢，可是加拿大到底是一个国家啊？而且之前跟美国虽然那个怎么讲，国家整体实力差那么多，但觉得我们是友邦，我们是平起平坐那种感觉，被川普羞辱成这个样子。我自己哥哥就加拿大移民，他移民加拿大30几年，我们常常联络。他现在当然也算加拿大人了，对于那个川普这样羞辱他，气得不得了。真的，对，所以因此会选出来一个总理。
要跟美国某种程度，当然讲学术一点叫战略自主，我们不要再那么依赖美国，因为加拿大大概70%贸易都是跟美国嘛，那现在又很流行把贸易当作大棒，就是所谓的经济当作武器。对，那怎么样能变成武器？依赖我就变成武器嘛？你70%贸易都跟我做，这个川普底气这么强，所以我就减少对你的依赖。所以他要减少对美国依赖，就是战略才能自主。那跟中国现在大概只有5%的贸易，可是呢，换了人以后，有一个好的机会嘛。之前在这个韩国那个 APEC 会议，不是新的总理 Mark 这个 Carney 已经跟习近平见过面嘛，最近又去拜访。那现在这样谈的话，就表示说，我们可以开始。而他做这个动作哈，我们不只要看他说什么，看他做什么，还要看定量上来看。你刚刚讲那个关税，那个电动车从100降到6点几啊，这表示这是完真的，我真的愿意。那但是呢，加拿大国内当然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会出来，就像那个产业会讲。但我觉得，如果回到你那个电动车这个产业，我觉得不用太担心。美国当然不希望你这个贴牌啊，从中国电动车经过加拿大运到美国来，我觉得这个机会不大。那加拿大自己的业者担心中国电动车产业进到加拿大以后，对加拿大业者造成很大冲击，我觉得这个也不见得，要看什么战术。我举一个例子，中国大陆自己发展电动车的过程当中，不是曾经把特斯拉引进到上海来，就现在看起来是个鲶鱼效应，引进来一个外资进来之后，结果把中国整个电动车产业鲶鱼效应，你知道吗？就大家反正竞争力加强，都做起来了，所以说不定能够把中国电动车引进，因为它定这个量49000辆嘛，对，也还没有说真的要进来生产嘛，设厂都没有嘛，所以也许会激励加拿大自己本土的这个汽车业者或电动车业者能够更做起来，所以这要看战术，是不是一定对加拿大很大的冲击，这个不一定，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美国、加拿大、中国来讲，加拿大的确从这么靠近美国，开始偏向比较靠近中国，利用中国的这个跟中国的关系、跟贸易等等，来跟美国说我要战略自主。没错，没错，就是像先前我们也知道，其实从南边墨西哥进去美国的中国大陆电动车，其实这一招可能在北美不见得行得上哈。可是刚刚吴老师也点到一个重点，就未来呢，其实中美的竞争格局不变的情况之下，那么战略自主就显得相当重要，尤其是等一下我们要特别聊的在科技层面的晶片自主化。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